大家好，我是周弟。经过春季的拍卖已经落幕了，本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钱币市场的价格波动，在想该怎么拍的过程啊，突然觉得太多内容了，何不就来制作一期专门讲银元的价格发展史。银元的发展啊，很明显从过去到现在，不管是价格的波动，还是看钱币的眼光啊，都持续的改变。我们能从分析过去来预测银元市场的未来。73年前，1948年12月1日，自从第一版人民币的发行开始啊，银元啊正式进入了收藏领域。人民币发行的同时，除了川康藏维的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暂缓执行之外，其他地区一律禁止其他货币的流通。是啊，你说禁的是纸币，银元总还可以用吧？不可以，这告示上白纸黑字都写着呢。哎，我不明白，这银元都不要用，老百姓就信银元啊？那黄金呢？也不行，所有的金银制品都禁止作为货币流通。黄金是真正的硬通货，自古以来都没有禁过，不让用黄金没有道理。你们手上的其他货币，我们银行可以兑换。那就害怕。金元券是蒋介石政府就宣布作废的，所以不予兑换。银元券有效，折合人民币是100元兑1元。银元是6000元人民币兑1块银元。真的？40万人民币兑1两黄金。除了边疆地带还在短期的使用元大头还在流通的时候啊，1949年的6月就已经出了一本最早的钱币目录《中国近代铸币会考》，作者施家淦。当年呢，施先生已经53岁了，他20几岁在美国留学时期啊，就爱上了收藏钱币。最后啊，他的夫人和子女将他的收藏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本书啊，对于中国钱币文献资料的研究贡献很大。它里面的钱币虽然不全，但是都是实物拍摄的。早期这种实物拍摄的这个照片啊，就是有点像那个打印机的感觉。早期的打印机啦，现在的打印机都是挺清楚的。它上面没有那个价格。OK， 67年前，1954年伊康这本书。OK， 来自意大利的耿艾德在中国长期居住了47年。他这辈子在好几家的银行上过班，而且收藏了许多银元。1948年离开了中国，生活在了美国，并开始写作《中国币图说会考》。这本书在1945年发行的，也就是人民币发行的5年后。伊康是研究中国经济财政的学者，他所统计的中国金融财政货币数据都是有依据的哦。我们就来看看此书的价格吧。第449页有中国基铸币之4价，上面是以美金计价，1颗星呢是指稀少，2颗星是极度稀少。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个编号21号，400美金。找到后面的钱币图片，看看当时400美金是哪一款。我靠，72反版，72反版居然还不是1颗星的级别。当时如果你想卖72反版给伊康，伊康会说，那我们来看一下2块钱美金，广东光绪7钱2分，67年前2块钱美金。等等，这里还有一个1块钱美金是什么币呢？广东3钱6分。广东半元，广东半元不是一直比1元贵吗？所以是怎样？当时普通品项的银元还是以面值来估价，当然7钱2分要比3钱6分贵啊，1块钱比5角贵的概念啊。OK， 下面这里有个2颗星的，我们来看看他眼里2颗星是什么样的币。安徽23年1钱4分4，哇，刚刚当下还转不过来。对，安徽也有23年的，但是忘记有小豪子了。646，民国3年1元，也是美金1元呢，所以面值是1元，也不会低于1元嘛。OK， 查个共和好了。这目录很讨厌，就是要翻来翻去，下去对价格，4块钱美金，天啊！而且当时是不管品项的，品项好坏都是4块钱美金。啊，今年那些过100万的共和啊，在67年前卖1颗4块钱美金，最多就是4颗，给4颗半，哇哦！所以刚刚72反版400美金确实已经是不得了了耶。
$400等于可以换100颗的共和纪念币。北洋22年标价$120啊！我会把查到的价格放在那个方便大家去比对哦。我来查查这次创2000万纪录的张作霖15年，在67年前一颗卖多少？685号125几百里这个颗，哇哦！你能想象吗？67年前的钱币店在那叫卖15年的张作霖，来哦，一颗张作霖15年125元就好了，来买。好了，当时没有分那个品相嘛，而且张作霖实在也没有那个量啊。找中国币的王奉天一两，有个拓图，类似于拓图啦。328页，这里有提到多位人渴望想要得到这个奉天一两，哪怕是拓图都很珍贵。在1950年伊抗花了$2000得到这枚奉天一两。过了12年后葛奈德在1962年7月30号离世。50年前，1971年，50年前。1971年，伊抗离世后遗藏分几次拍卖售出。这本是1971年6月份的伊抗专场拍卖目录。想要这本书的，请订阅我的频道，分享此影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本可是我的宝贝珍藏这个纸张已经变成环状包浆了。一翻开就是伊抗和他的爱犬，享年82岁。哇，你看这个包浆。里面还有一张成交记录，还有一份报纸，也正式的报道当年的拍卖的盛况。哇，让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It is one of the rarest coin in the collection. 25 on the back. Anyone else? 26. Here comes a new bidder. 27. 28 in the front. 29 internet bidder. What? Internet? 3,000 once, 3,000 twice, sold for 3,000. Thank you. 奉天一两 sold for $3,000. 拍卖号1065的成交单里也是写着$3000，是当时成交最高的中国基铸币。买家是一位叫 Goodman 古德曼干爹。下一枚是广东寿字一两，也有不错的成绩$2100。我们来找普通广东光绪7.2分，这场拍了多少 ？Lot 35，哇，太便宜了吧！所以2枚一起拍，另一枚应该是喜顿版吧，成交了$22.5，就当10块钱美金好了。不过依照1945年伊抗目录的这1块钱美金也已经涨了10倍价格了。大头3年2枚10块钱美金，一枚大头差不多5元，这下符合逻辑了吧？龙洋与大头的差价是差不多1倍，785，共和成交了$55。Lot 210，北洋21年成交了$525。所以从1945年到1971年这17年间大概是将近1倍耶，有的是4到5倍的涨价，大概就这个行情啦。49年前，1972年1月，距离伊抗的拍卖的6个月后，又有一家叫 Jas Peters， 全是一些高档拍品书的名字是中国银元的价钱表。我们来看一下北洋机器局22年1元，自从伊抗专拍后6个月，已经来到了$700多，才6个月。Lot 501共和已经来到了$85，刚刚是$55对吧？这本图录可以证实，经过了1971年伊抗拍卖后，中国银元随后又涨了2成多。以前常听老一辈的人讲，每当中国钱币在拍卖会上创纪录后，就会水涨船高。30年前，1991年古德曼专拍，他这本的拍卖图录已经不是文字与图片分开了，成交价藏在书本的最后一页，封面就是奉天一两。也就是说，1971年的伊抗拍卖就是这位古德曼购买到手的。
我们来看看这20年涨价了多少钱吧。20年前的广东7钱2分大概是10块美金嘛。Lot 95品项是 UNC 成交了440美金。普通品种在20年涨了44倍，可能是这枚品项是 UNC 的关系吧，所以好品项与一般品项已经有差价咯。Lot 289号北洋22年1元，成交了1595美金。这20年翻了3倍价。Lot 984共有5枚大头，大概是 AU 到 UNC， 成交了39.6美金，一枚大概8块美金吧。Lot 964到971是共和纪念币，品种普通到不配有照片啊，你看看，分别964 UNC 品项共和成交335美金，到 VF 差品的共和成交了93美金，哇，也涨了好几倍啊。我们可以发现啊 ，VF 到 UNC 差品与好品差价也才2倍多。现在差价要100倍了吧 ？OK， 我们来看看本场重点，奉天一两 Lot 1561，奉天一两首次有黑白照片，拍得还蛮清楚的。18,700 once, 18,700 twice, sold for 18,700. Please show me your bidder number. Excuse me, sir. What? Only 抓羊啊 ？Excuse me, let me see your number. 奉天一两成交18万7千美金，整整是20年前的3000美金的62倍啊！又再次创下中国记日币最高价，首枚突破100万人民币，正是资深币商陈吉茂干爹帮客户举下的。听说当时这枚奉天一两创纪录后啊，银元又是一波的涨价。奉天一两新的买主是图片中的这位张秀清，中间这位是古德曼。这张图是当时币商邀请古德曼来台交流钱币。古德曼不只是中国钱币收藏最顶尖的藏家外啊，其他世界钱币都收藏的不错哦。这位是陈吉茂干爹，是他代表张秀清去竞标的。他一直对此经历啊感到无比的光荣啊。其他餐桌上的也都是干爹中的干爹啊，不是大佬中的大佬啊。好的，依抗跟古德曼的这2场专拍是目前最重要的2场钱币拍卖，就连这2本图录都已经涨价了。总结一下吧，1971年依抗当时大头一枚5块钱美金，奉天一两要3000美金。1991年的古德曼拍卖，当时大头一枚8元美金，与奉天一两的18万7千美金啊，这20年发生的改变是什么呢？第一，普通大头在20年的价格啊，顶多翻了1倍，5块钱美金到了8块美金。第二，品项差与品项好的差价从2倍、3倍到4倍、5倍。第三，样币的价格啊，直线往上冲，18万7千当时是62倍的价格，所以导致这段期间的收藏家眼里只有样币，只有未发行的钱币啊。经历过那段时间的过来人啊，是无法接受现在的普通流通币创天价。像这次陈轩这枚四川 MS64 加成交了572万人民币，对他们经历来说啊，那是夸张到不行的价格啊。心里想着啊，如果四川龙要575万人民币的话，那么大头签字就要30亿了，差不多啊。对啊，29年前。我手上有一本林国民图录的第1版，正是在1992年的8月发行。大头3年1元从 VF 到 UNC 是美金10块钱到150块钱，与1991年古德曼的拍卖8块美金相符合。因为这本书是随后发行的，我以前还认为啊，林国民图录上的价格是瞎编排的，原来都是依照当时行情编排的。古德曼拍卖的广东光绪7钱2分，上次说 UNC 品项是大概440美金吧。我们来看看1年后出版的林国民图录怎么标价的，我自己也很好奇，15美金到600美金。这样看 UNC 品项确实是300美金到600美金之间啊。上次北洋22年成交了1595美金嘛，那林国民图录上大概是美金1500到7000美金。哇哦！各位，目录上的价格是真的存在过的，我现在啊鸡皮疙瘩都上来了。其实蛮感动的，因为我第1本图录就是林国民图录的嘛，
就一直认为啊，早期的钱币界怎么这样，故意把价格在目录上写的这么低是怎样？用这个书去收货吗？上次古德曼刚好有 VF 到 UNC 的共和成交，有93美金到335美金的实价参考。我们来看看图录会不会是100到400。共和831号120美金到400美金。天啊，林国民老师，我误会你快20年了。其实这本目录在那个时代啊，在那个没有网络的时代啊，是很认真收集行情资料的，太强了。所以目录中的钱币与钱币之间的价格差，反映出当时的年代藏家对钱币的稀有度及重要性有着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啊。也是因为这样啊，现在每一版的林国民图录都卖得超级贵的吧。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奉天一两编号311号于1991年在美国拍卖成交17万，另加1层手续费。而且因为奉天一两是孤品，所以在行情表内只显示一个栏位。这本书也快30年了。好的，这次分享到29年前的林国民图录第一版，那后续的钱币波动，我们下一部影片再介绍吧。我们下次见，拜拜。